他还是回来了。咱们跟齐氏集团到底有什么恩怨？为什么他们会赶尽杀绝？齐氏集团的董事长齐大马，原来是咱们文氏集团创始人之一呀。文氏不是白景天和爸爸创办的吗？我怎么就没听说过还有第三个人呢？对，是有。除了公司几位元老以外，别人都不知道。这也是咱们文氏的一个秘密。既然是一起创办的，那他们三个不是好兄弟吗？是啊，是曾经的好兄弟，可是后来变成了仇人。为什么？当年你爸爸、老白，还有齐大马，并称为公司的三巨头。三个兄弟在公司创业的最初阶段齐心协力，没有过不去的难关，把公司办得是红红火火。后来商场上的敌人阻击文氏，使文氏陷入了绝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爸爸和齐大马产生了分歧，矛盾越陷越深，直到有一天，齐大马不辞而别，并带走了公司里大部分的骨干员工。他背叛了文氏，这对当时的文氏那是致命的打击呀！文氏集团就变成了一座死城。当时我跟你爸爸还有老白站在这办公室里，空荡荡的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当时连死的心都有。后来你爸爸跟老白相当于重新创业，这才有了现在的文氏集团。你爸的肝病也是那个时候积劳成疾造成的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让文氏垮的。我当然放心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齐大马杳无音信这么多年，为什么这个时候回来？而且他对国内这么不熟悉，为什么这么有信心？我不知道。你当然知道，你不愿意承认是不是？妈，我问你，在这种时候，谢子天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他爸爸都联系不到他？他应该也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吧？你不要自己骗自己了。谢子天跟齐大马当年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。当年你爸爸就是因为太重兄弟情谊，他才忽略了齐大马在背后的动作。我可不希望你走你爸的路。妈，当年爸爸和齐大马的感情有多深我不知道，但是子天，我太了解他了，他不会做这种事。你还太年轻啊，孩子。当你真正经历了背叛，你就会发现你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。文总，不好了，华东区告急，订货价格被骑士压榨，现在根本没有人愿意给我们供货。东南亚分部很多员工都被一夜之间挖走了，相当一部分老客户也被带走。还有，张伯驹也失踪了。你说什么？张经理手下几个骨干都没有来上班，而且骑士集团宣布并购华兴公司。文先生，啊，怎么又送东西来了？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哎呀，谢什么呀，太见外了。你要真想感谢我，就多微笑，能看到你的微笑就足够。要不要进去喝杯茶？不进去了，这次来呢，还有件事情要跟你说，但愿别吓着你。之前你告诉过我说你已经有男朋友了，现在你们怎么样了？没关系，你不跟我说也无所谓，我只不过是想跟他争上一争，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机会，因为我喜欢你。是不是因为我是文向天，咱们俩之间太悬殊了，所以你不接受我？那我告诉你个秘密，我不是文向天。先生，你别开玩笑了。
我的样子像在开玩笑吗？那你是谁啊？以后再告诉你。你现在只需要知道文向天是假的，我是真的。怎么可能呢？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小穗，你身边的这个男人其实是个骗子。你说的是谁啊？你知道我说的是谁？他的真名不叫阿玉。他是不是叫阿玉？他叫谢子天。好，我们现在不管他是谁，他不会回到你身边了。白景天已经知道你的情况，对敌人慈悲就是愚蠢，最大的愚蠢。你还太年轻啊，孩子。当你经历了真正的背叛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再也。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.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.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. 冬瓜脑袋，你有小题大做了吗？你忘了我怎么跟你说的？一个男人就得给他爱的女孩自由，要接受他一切的缺点，对吗？淘淘，你也是啊。既然选择了冬瓜脑袋这个小男人，就得接受他，别去做刺激他的事了。阿玉，你死哪？怎么回事？阿玉临走的时候用俺的手机录的，说要是他们俩在吵架，就让俺放给他们听。对不起，淘淘，我就是一混蛋，我就是小心眼儿，我把阿玉的话都给忘了。呱呱，你们俩真拿他的话当圣旨啊？他懂什么呀？他知道什么叫爱吗？他连自己身边的女孩最难忘的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儿子真是够狠的，表面上劝我不要争斗，可他呢，把我的人全给挖走了。爸，我回家吧。你别说话。今天，他们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了。你们用不着这么斩尽杀绝吧？啊？我明白，你们宁可鱼死网破，我白景天在你们文家就是眼中钉，你们母子俩恨不得现在就除掉我。老白，你说完了吗？老白，你不觉得现在发生的事情很熟悉吗？当年文氏在最危难的时候，骨干员工一夜之间消失，齐大马回来了。这家伙回来的正好，天意，真是天意。你们想方设法把我赶出董事会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文氏闹的笑话。当初齐大马拉我一块儿离开，我都没离开。现在想一想，我还不如当时就走。
然我去找他，我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回来当着您的面把事情解释清楚。我查过了，那家投行在国外，跟齐氏集团一直都有着很密切的合作关系。好一个谢子天呐，简直跟当年的齐大马一模一样。来了，这里的夜景真美啊！我现在才明白，你为什么总喜欢站在这文氏的天台上，看着这下面的灯光、人群、商场，反倒会感觉很安静，是不是？你居然还敢出现？为什么不敢？与其以后在谈判桌上跟你见面，倒不如今天在这里把所有的事情了结清楚。为什么？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做？你不是问过我有没有梦想？这就是。这间投行是你引入的，对不对？你早知道他跟齐大马的关系。你什么时候成了齐大马的人？你回国前。还有，你为什么瞒着我约小穗？你说过男人要有梦想，你能有，我为什么不能有？梦想？你的梦想就是把我的一切都夺走。你说对了。你打呀！见到我不会还手！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却背叛我！我身边所有的人都从没担心过你，因为你不会背叛我。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因为我从来没把你当过兄弟，我只把你当对手。来呀，打呀！你从小就生活在文氏的光环里，什么年少成才、商界精英。我呢？啊，没有那么高深的背景，我只能靠我自己努力。我怎么努力，我都只是你们整的手下，小跟班一个。我不服，我要打败你，好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谢子天不比你们杨天差。来呀，打呀，基本让你打个够。过了今天。你再也看不到这么好脾气的谢子天了，文向天，你知道你在超市那段，我每次跟你见面听你说话，我心里想什么吗？啊，我想的都是今天的这个场景，看看你现在的表情。股东大会新推举了文向天为董事长，这是一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综合管理集团。你们瞧瞧人家啊，咱们真是应该好好跟他们学习学习。别忘了，以后咱们开股东大会的时候呢，你们一个一个都会坐在主席台上面的。
哥，这样吧，您带我们去参观参观吧，啊，进城看看，对不对？对呀，老板。对呀，老板。我们好久没进城了，你组织一次活动吧。是。啊，是，组织一次活动是吧？别忘了，我们每次组织一次活动的时候呢，咱们商店就要关一天，关这一天损失多大，你们知道吗？不要忘了，还要吃，还要喝，还有油钱。呀，老公别这么抠门嘛，我们去嘛，看一看嘛。哥，我也想进城。我们去文氏集团参观吧。你不是老是说让我们去什么见世面，可以去现场观摩吗？这就是好机会。对呀，老板。都当我是笨蛋是不是？看不出来你们想什么东西吗？进城学习个什么鬼啊？都想去玩儿，我看得出来。对不起，我真没想到，都怪我，夫人，我对不住你，我更对不起文先生。向天，是妈对不起你。自从你爸爸走了以后，妈把这文氏是搞得一塌糊涂。妈，这都不怪您。咱们想办法跟他们斗，咱们跟他们抢占市场，我就不信咱们这么大个家业斗不过他们。妈，我们真的斗不过他们。我已经研究过了齐氏集团，他们这几年在东南亚、南美的市场都扩张得非常霸道，都以恶意收购、挤压对手而闻名。更何况，他们为了对付我们，已经准备了大半年的时间。现在我们文氏是腹背受敌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召回白景天。你说什么？不惜一切代价，我要负亲情罪。哎呀，还是闺女好啊！谁都可以背叛爸爸，只有闺女不会。我永远都不会离开您的。弟弟啊，听爸爸一句劝，和谢子天那个混小子一刀两断吧。啊！爸爸早跟你说过，谢子天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可你偏偏不信。要不是现在他背叛了文氏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劝你。也许我真应该感谢他。爸，弟弟啊，你不明白，爸爸其实很对不住你。当年爸爸答应过你妈妈，让你嫁一个好人家。本来呢，你现在应该成为文家的儿媳妇了。爸，别说了。向天。
白叔叔，丽丽啊，你先回自己的房间啊。你是来看我笑话，还是来哄我？都不是，我来是挽留你。好一个挽留！如果你面对一个处心积虑、不惜装疯卖傻轰你走的人，突然说要挽留你，你会怎么想？我会不信。但是白叔叔，我这次来真的是向你请罪的。少跟我来这套！你何罪之有啊？啊？商场只有胜负，没有道德批判，赢了就是赢了。不过文香天，你给我记着，你还很嫩，很快你就会毁在另一个人手里，因为他比你还狠，还会假戏真做。这正是我来找您的原因。白叔叔，华兴公司的并购案，您受委屈了。我查了一夜，里面虽然是有问题，但根本不像张伯驹说的那么严重。如果我们能在起始之前把它并购，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那么被动。白叔叔，您说的没错，我还是嫩。你想用这些话来打动我，幼稚了些吧？我不是想打动您，只是说出我的真心话。白叔叔，文家需要您，您驰骋一生，不能以败局收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和您一起联手对付齐大马，还有谢子天。谢子天，我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。不过齐大马，我太了解了。他既然出手，就是有备而来。你以为就那么容易对抗吗？有您，我就有信心。那如果我说不呢？白叔叔，当年您和我爸爸一起遭遇齐大马的背叛，现在历史又重演了。只不过我代替了我爸爸，但我和我爸爸同样的都是需要您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我好像被耍了很久啊。怎么样可以让您相信？白叔叔，您说，我尽量去做。好，很好，我喜欢你的态度，是干大事的。您说，按原来的计划，娶我的女儿迪迪，我们两家并成亲家，这对你来说不难吧？小翠，你，我是说服不了他了，让他掏那么多钱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实在不行，我就自费，反正也该放放假。让老板知道，那扣你半个月工资。那俺去找他谈。冷静，冷静。哎，老板娘，你就跟老板好好说说吧。哎呀，得了吧，老板是听老板娘的话，但唯独在钱上，他会翻脸的。看我的。少和他们说两句话，这帮人蹬鼻子上脸，进城光顾什么鬼呀？呸！那个老公，我怀孕了。我怀孕了。老公，你不是说过吗？
嘛。那这次咱们不去海南了，咱为了庆祝，咱们去城里边，是吧？你花我多少钱，好好庆祝庆祝啊！老公，你没事吧？老公，其实我，进城，我付钱，哎，我付钱，朋友们，咱们进城吧！喂，明年4岁超市。喂，说话啊。喂，我来。喂，阿玉，是你吗？喂，你说话呀！我知道是你，不要再装了。你说话呀！文向天来了，是，他就在门口。哦，哈哈，既然他亲自来了，老子不妨见见他啊！齐总，那我先回避一下。怕啥？你怕他会把你吃了？还是回避一下的好。你们先谈。啊！七叔您好。文向天。你就是老子的大侄子文向天，久仰七叔大名。这么年轻，啊，老了的，老子还是头一次碰上这么小的娃娃对手。跟你爸爸年轻的时候长得真像啊，都那么招人讨厌。看来七叔对我爸爸的怨恨真的很深。喝点啥啊？咖啡、绿茶、红酒，沃德卡、白兰地，还是老白干？您这里什么都有。那是啊，天南地北、四面八方来的都是客呀，口味不同嘛，你都得招待好人家。你说呢？行吧，大侄子，坐。哎，坐吧。哎呀，这些年你妈妈怎么样啊？我妈知道我来看您，托我向您问好。胡说！你妈妈肯定恨死我了，对不对？你爸啥时候走的？10年前，那时候我17岁。日子过得真快啊！啊，想当年我跟你爸还有白景天一起闯天下的时候，也就你现在这个年纪，一转眼，老子头发都白了。意向书给我吧。什么意向书？哎，你这个娃娃，你不带意向书跑我这干什么来了？您怎么知道我来就要跟您合作？也不怪你。哎呀，这些年老子一直在东南亚打拼，我的习惯你可能还不知道。只要我骑大马一出手，一定会把对手杀得片甲不留。哼，到最后，要么你就挺着脊梁骨跟老子战死，要么你就带着意向书来跟老子求饶，求我分给你们一片市场，也给你们点利润。但是对于臣服的敌人，那老子还是喜欢开恩的。你会发现，我骑大马是天底下最大的大善人。不过，对于另一种人，老子也不会心慈手软。怎么样？你是哪一种啊？
我没有带什么意向说，我只是想当面通知您，文氏将会全面反击，把失去的都夺回来。季叔，如果我们两家争斗，谁也不会有好处，就会渔翁得利。哦，你是在威胁老子？不是威胁，这里是美国 AMB 进军大陆市场的计划书，还有印度几家商业机构的会议资料，您看看。老子不看这件鸟文。我已经给您翻译好中文，你有空看看。来，各位朋友，跟紧一点啊！城市那么大，待会儿走丢了不要怪我啊！现在跟我往右面看，这就是文氏集团大楼，看看人家有多大的规模。但不要忘记啊，人家不是第一天就有这个成就的。想当年的老板呢，也不就是一部自行车啊，口袋里面不到10块钱。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之后呢，就有今天这个成就，看到没有？你看，这多么星级的大楼啊！玻璃擦一擦，这得需要多少钱啊？老公，一定要花好多钱吧？开玩笑，擦一遍最起码也要15块钱吧？好贵啊！哎，老板，什么时候让我们自由活动啊？老公，隔壁商店好像在打折呢。朋友们，请给我搞清楚一点，我们这次来城里呢，不是来买东西，不是来血拼的，是来文氏集团跟他们讨教一下，学习学习他们的管理方式是怎么样的，懂不懂？所以，有朝一日呢，我们也可以来这么一个股东大会，到时候呢，你们全部都是股东，了解吗？真的呀，老板，你是不是要分我们股啊？对呀，我也准备搞那个什么分股份，来激励一下大家嘛，啊！呀！阿玉，阿玉，是啊。哎，阿月，你妈妈病好了没有？哎，你不会真的在这个文氏上班吧？是。你别以为我钱大年明节跟土什么都不懂啊！真的吗？对，我刚一批上班。你真在这上班？你们看看，你们亲眼目睹到了没有啊？你看我前大年那个年年岁岁超市，就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啊！你看他刚到我们那儿的时候，傻不愣登的小子还患了什么失忆症，结果不到3个月的熏陶之后，看到没有？文氏的员工啊，开玩笑不得了啊！老公，你太棒了，太行了，我好崇拜你哦！我们超市就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了。再待4个月不得了了，去什么公司谁知道？阿姨，你真在这上班了？哎，阿姨，你现在什么职务啊？你今天回来请我们吃饭啊？哎呀，这家混的真不错，是吧？哎，你回来请我们吃饭啊？你们到这来干什么？没事
却到这来疯啊！你不好好经营你的超市，过你的小日子，带他们到这来疯，这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吗？阿玉，老板娘怀孕了，俺们来祝贺。阿玉啊，哎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啊，你发烧了？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对不起，可能我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。喂，到什么时候了还在聊？走啦！对不起，我得赶紧送白小姐。等一下，这是我们住的宾馆的地址，你要有空的话，过来看我们。哎呀，阿玉刚才那个样子也太可怕了。我从来没见过阿玉那个样子，感觉都不认识了呢。瞧瞧，进了门市之后，整个人都变了。哎，我们走吧，反正空调也不凉，走吧。走。我刚才真想当着秦小碎的面揭穿你。弟弟，向田，你到底爱不爱他？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？我只有这条路可以走。现在的文氏风雨飘摇，我必须要你爸爸和我一条心去救文氏。如果我不答应他，他不会帮我的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？对不起，我没有其他办法。以前我一直羡慕你，敢于去追求自己的幸福，敢于抛弃一切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向天，你现在竟然也把婚姻当作筹码。你不仅牺牲了你还牺牲了我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太自私了一点吗？那你呢？你现在还爱子天吗？他已经完全变得冷漠无情，变得什么东西都可以抛弃。他只是野心太大了，他只是自尊心太强了。他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变成你，这个念头已经快让他发疯了。我们都了解他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。他小的时候心地善良，宽容大度。他只是一时被权力迷昏了头，总有一天会醒过来的。你们女人永远以为你们可以改变自己的男人，不会的，子天也不会。我真的觉得现在已经变得跟子天一样，把爱情放在后面，像你说的，把婚姻当成筹码。可是我能怎么样？刚才我面对小穗，就跟一个懦夫一样，不敢开口。好，那我们来打一个赌，看看谁能追到自己的幸福。钱小穗到底在想什么呀？